福建有一家制药企业，名字叫归真堂，它要在今年的创业板上上市，可是却遭到了包括亚洲动物基金在内的很多动物保护机构和环保人士的反对。为什么双方会产生如此针锋相对的争论呢？那是因为归真堂这个药业，它的制药原料是熊胆粉，而熊胆粉的来源是长久以来被人诟病、认为非常残忍的活熊取胆。活熊取胆备受争议，以活熊取胆起家的企业归真堂能否上市，引发各方力量激烈争辩。公益组织、媒体、民间知名人士纷纷加入博弈战团。中国 A 股会引熊入市吗？咱们看到这幅照片呢，是长久以来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的，把一头黑熊啊关在一个窄小的笼子里边，然后呢在它的肚子上打一个孔，直接把管插到它体内，插到它的胆囊，然后取熊胆。毫无疑问的，这种情况下黑熊受尽了折磨。所以说像这样的事情一定会激起一些环保人士的愤慨。咱们这样，在展开评论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大家来看到小片。近日，从事活熊取胆的福建药企归真堂谋求在国内创业板上市，一旦上市成功，其黑熊养殖规模将从400头左右的养殖量提高到1200头。活熊取胆因其方式残忍，历来备受争议，而以此为主业的企业竟然要上市，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2月14日，著名歌手韩红、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等70多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向中国证监会信访办递交预请信，恳请证监会对归真堂的上市申请不予支持及批准。专家表示，熊胆其根本原则是熊胆入药，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不过，在卫生部颁布的这类的物质目录中，熊胆并没有列入其中。而经济参考报的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归真堂出品的熊胆产品疑点重重，30多种产品中只有2种获得了国家药监局批号。这意味着归真堂生产的熊胆茶等多数产品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更不是食品。那到底什么是活熊取胆呢？咱们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最开始的活熊取胆呢，是从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把这个熊给抓来，关到笼子里边。后来呢，为了方便，开始大量的养殖、繁殖黑熊，把这个熊关到一个铁笼子里边。原先最开始的时候是用金属或者是塑料啊、胶皮之类的管，大概长有10厘米到20厘米吧，直接从熊的肚子这儿开个窟窿，说白了就是滑道伤口，直接插进去，插到熊的胆囊里边，前面搁那种针呢来扎孔，然后从里边源源不断的往出抽胆汁，一天呢抽1到2回。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残忍在哪儿。任何一个动物肚子让人破开个口子，而且这个口子呢它要愈合了，你不能再插进去，不能让它愈合，这口子常年得开着。你想想，这对熊来说，任何动物来说，这是什么一种感觉？而且天天往出抽胆汁，这个抽胆汁的过程很痛苦，有的熊因此都精神错乱了，都要自杀。为了防止这熊自杀，防止它用熊掌啊把这管拨了开，给黑熊穿上一个厚厚的铁马甲，大概有10公斤左右，这熊就动弹不了了。你琢磨琢磨，这种活熊取胆残忍不残忍？一般熊呢能活30年，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活10年左右。但是人呢，通过这种方式源源不断的吸出熊胆，制成熊胆粉，这个熊成了小的提款机了。一年下来，一头熊可能给一家农户创造大概1万多块钱的效益。你像吉林榆树市青山乡就是大面积养殖黑熊，所以这个养熊在当地成了一种风潮。那么归真堂呢，这家制药企业说呀，没那么残忍，我们早不那么干了，我们也抵制这种说用导管的方式，说现在呢采用叫无导引流的方式。什么叫没有导管？也是在熊的腹部开一个口子，然后用肠衣，咱们都灌那个香肠之类，大家看那种肠衣搁到那个跟胆囊连上，然后从那里直接往出流胆汁。说这样的话呀，这个熊就不那么痛苦了。黑熊胆囊无管引流技术改写胆汁引流的历史，具有人性化、可持续、更健康的特点。归真堂还为熊造成在青山绿水之间打造出全国乃至全球都最具规模的中国归真堂生态科技园。又说我们这熊啊在这儿可快乐了，自由的繁殖啊，没啥痛苦啊，比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舒服。那么这2种方法不是我在这儿给大家说呀它是残忍不残忍，
咱们有实实在在的纪录片为证，咱们看看两种不同方式的活熊取胆是什么样。获取黑熊胆汁技术从朝鲜半岛传入以来，在我国已经存在了30多年。黑熊被活捉并麻醉之后，人们把一根长10到20厘米金属或橡胶管永久地插入熊的胆囊，另一端露在熊的腹部外面，以供随时抽取胆汁。为了防止伤口愈合，人们会不时挑拨创口，为阻止黑熊自己拨开抽管，还会给它们穿上重达10公斤的铁马甲。这个过程甚至可以持续20年，直至它们生命的终结。1996年，林业部废除了这种残忍的取胆方式，下达了使用无管引流的通知。无管引流方式不再使用金属管或者铁马甲，而是改用长衣在熊腹部开个肉管道，直通胆囊进行引流。然而，民间人士和环保组织认为，无管引流在熊的肚子上还是要开一个洞，还是要和熊的胆囊连在一起，胆囊因此暴露在外界环境中还是会感染，所以无管引流还是会对黑熊造成伤害。无管引流一点都没有减轻这种残忍和痛苦，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会比有管引流、铁马甲那个形式甚至会更严重，对它的带来的痛苦和伤害。张小海认为，把熊长期关在笼子里，它会发育有问题，脊椎有问题，关节有问题等。这些伤痛包括精神痛苦，这都是无管引流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对强大的舆论和社会谴责，归真堂表示，网上流传的那些给黑熊穿上铁铠甲残酷抽取胆汁的照片是20年前的方式。公司特意于近日邀请记者到他们的生产车间参观了活熊取胆的现场演示。在打开铁笼和黑熊睡觉的铁棚之间的闸口后，一头黑熊自己钻进了铁笼中，凄厉地嚎叫起来。叫上几秒后，工作人员将铁盒内盛放的食物放了进去，黑熊立即安静了，贪婪地吞噬起来。在黑熊进食的过程中，女工作人员先用镊子拿棉花在黑熊肚子上擦拭消毒后，用一根长约10公分的钢管安装到了黑熊的肚子上，黄色的胆汁顺着钢管流了下来。在20多秒后，工作人员将钢管取了下来。记者所看到的整个抽取胆汁过程都是该公司的现场演示，至于其他黑熊在固定时间是如何抽取胆汁的，记者无从知晓。刚才我们看了这两种活熊取胆的过程，你能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黑熊就会比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舒服？起码我是看不出来。而且呢，有科学工作者也研究证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给活熊取胆，这个熊本身来说，它的健康会受到很大威胁。有的熊呢就患上了胆囊炎，有的时候这种脓血跟胆汁进入了熊的腹腔，会造成感染。那本身开口就会造成感染，所以在饲养这个黑熊的过程当中大量的使用抗生素。就像我们看养鱼，为了不让鱼有病，往里撒环丙沙星这些的抗生素药物。那么时间长了，我们想用大量的抗生素，熊本身还有病，你从有病的熊身上混合着抗生素提出来的熊胆，它能保证药物安全吗？即使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说残忍不残忍先不讨论，就单是从它这个熊胆粉的最后的实际药用价值来讲，它都有可能蒙受很大的这种危险。2012年1月，成都军区总医院曾经公布过一份取胆黑熊标本病理学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通过对取胆黑熊肝脏及胆囊标本的病理学观察，100%的取胆黑熊患有不同程度的肝胆系统疾病。我们发现有38%的黑熊死亡于癌症，特别是肝癌。像这样的黑熊，它生产出来的胆汁怎么能够给患者使用？另外有不少朋友说，那你人家提熊胆也不是说为了咱吃喝玩乐，人也是为了治病救人嘛，对吧？这个既然治病救人，那你动物它就不如人吗？人就可以从动物身上，那咱们还吃牛吃羊呢，还吃鸡吃鸭呢，那怎么不在乎他们的生命权呢？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伦理，什么伦理呢？大家记住一点，人的生命权高于动物的生命权。你像我们吃猪狗牛羊这些，是因为人的生存权大于它，我们要吃肉，为了生存，就是人的生存权大于动物的生存，人的行动权大于动物的行动权。比方我们这儿开辟个公园，那你就不能让一些野狗在这乱窜，得把它撵走。人的行动权大于动物，但是人的行动权
低于动物的生存权。就说这个地方动物要生存，我们要在这儿溜溜达达玩，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把这儿的动物赶尽杀绝。所以就说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方说治病这过程当中，假如说这个熊胆粉是可以替代的，那么人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来改变这样的现状，来避免黑熊为此无辜的牺牲性命。那么这就体现了人的行动权低于动物的生存权。但是这里有一个大前提，什么前提？就是说熊胆粉能不能被替代？因为有一种论调认为呢，熊胆粉不能被替代，离了这个那有些药就没法做了，那就危及人生命了，是不是这样呢？咱们在这里呢得给大伙做一下科学普及。我们也为了这个呢采访了不少中医行业的人。熊胆到底能否被代替？这个问题一直是多方争论的焦点。中医名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刘正才教授说，自己行医40多年，从未使用过熊胆。熊胆或者熊胆粉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中草药代替。按照这个古籍的药书里面的记载，它主要是清热解毒。那么清热解毒的中草药就很多很多，比方说三栀子啊，还有那个黄芩啊、龙胆草和那个青黛，它都可以就是说接近这方面的作用。临床上用到熊胆的地方，目前就我所知，不是用的很广泛。此外，人工合成熊胆中主要成分的技术也早就出现了。1983年，沈阳药科大学、辽宁省医药工业研究院承担了人工熊胆研究项目，历经30年，已获得重大成果。水牛角代洗角、人工虎骨，特别典型就是人工麝香，所以这个人工的熊胆完全可以取代天然的熊胆来作为含有熊胆的制剂。而同时，也有很多中医专家坚持天然熊胆的功效无法被人工熊胆代替。同仁堂国宝级专家金世元表示，一种药物对应着一种功能，不同药品的疗效不同，熊胆的药用价值不可能有替代品。北京中医药大学高学敏教授指出，熊胆到底有多大作用？是不是可以由其他药品完全替代？这还需要研究证实。那么要说清这个问题呢，咱们还得在这里给大家普及点常识。胆，我们一听这个字儿，很多人先想到胆量，胆大包天。在中医里边呢，认为这个胆呢，是属于主导人身中正之气的器官，非常重要。你看中医里边有说肝胆相连嘛，咱们说人肝胆相照，肝和胆是连着的。在五行当中呢，肝属木，胆也属木，而人的眼睛也属木，所以有人认为胆汁少了，眼睛就不亮了，所以这个胆汁呢，可以清肝明目。而这个胆本身呢，胆汁的味道呢，苦，味寒。这个咱们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苦胆嘛。中医认为苦的东西呢能去火，所以肝火旺呢，必须得用胆汁来弄。所以在这方面呢，熊胆这个胆汁呢，认为可以治肝火旺，可以清肝明目、清热解毒，是这么解释的。那么胆有没有这么大的功能呢？胆是什么呢？人这个胆呢，就是肝分泌出一种消化汁，胆给它储存起来，用来消化什么呢？消化人体的脂肪，把人体的脂肪变成颗粒，便于消化。而这个熊胆里边呢，它的成分有特殊的东西。你比方黑熊的胆汁里边呢，有熊去氧胆酸。这个熊去氧胆酸呢，它消化脂肪的能力呢，比一般的动物身上那种胆汁功效要更好。这因为跟熊本身的身体脂肪比较厚，跟这个有直接关系。那么这个胆其实中医里面把它说这功能，我认为有点夸大，说他人决断什么事儿靠胆，人的这个智慧胸襟都和胆有关。有的朋友看过三国知道，邓艾姜维姜邓斗智之后，这不蜀国灭亡了吗？姜维想恢复蜀国，想造反，结果最后没成。后来魏军的士兵呢，把姜维这尸体剖开，发现他胆大如斗，胆子特别大。可现在咱们大家都知道，人的胆量和决断能力一个来自神经中枢，一个来自大脑，跟胆是没有关系的。有的朋友得了这个胆囊炎呢，或者得了胆结石有的把胆摘除了，胆摘除了，他胆子也没见比别人小多少。所以我们现在呢，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说这个熊胆粉呢，不是不能被取代的，它里边有一些独特的功能，但是可以被别的东西取代。可是问题是呢，你取代了之后用什么代替？因为目前呢，人工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只有进口药，咱没有国产药。假如说现在你不生产熊胆粉了的话，
不准活熊取胆了的话，那么这类的熊去氧胆酸就要大量依赖进口，进口那不就是国外哪家药业占了便宜了吗？而咱们国内这些生产熊胆粉的企业亏损了吗？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尖锐的利益之争。所以我把刚才这个事实给大家剖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你一理顺，它就变得简单了。就说现在熊胆粉能不能被取代，大部分是可以被取代的。被取代就意味着呢，大家诟病的活熊取胆应该停止。可是这样的话，取代了之后，作为以熊胆粉为主要原料的归真堂那就完了，等于这个企业一下子有可能就陷入倒闭。他别说它上市了，它生存都成为一个问题了现在。所以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就会自然站出来保护自己的这个行业利益。所以这个事情一理，其实我认为这个真相基本上可以说挺清楚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我说这种争论它已经超越了科学和经济利益之争？因为这里边双方争论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暴露了一些行业的规则或者潜规则，令我们看起来感到触目惊心。我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你看双方争论过程当中，我认为这些言论特别值得大伙琢磨。首先一个呢，我们看这个归真堂这边有句话，说是我们现在这个相关的这种养殖呢是得到国家林业部门批准的，国家的黑熊养殖的标准就是我们制定的。归真堂是依靠黑熊养殖起家的企业，就说黑熊养殖跟它是利益相关的，那么跟它有利益相关的这样的行业标准怎么能由利益相关方来制定呢？那么归真堂说这样的话，说国家黑熊繁殖标准就是我们制定的，我们起草的，你听听，这不等于赤裸裸的暴露了行业的利益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点。第二个是呢，归真堂的这个创办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熊胆粉呢，是1995年国家批准的，是国家给了我们这个批号的，所以你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国家。好大的口气啊，这叫什么呢？这叫拉大旗做虎。比方说我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人民群众。通过这样一种拉大旗做虎皮的方式，自己一下子占据了永久不败之地，把对方推下了舆论的悬崖。这个在语言上叫取势，先占据一个高地，把自己抬得很高，自己成了某种最正确的东西的代言人。你反对我，不管你反对我什么，你都是错误的，把自己推上了神坛。我们不仅要问了，国家的政策就不准许我们大家讨论吗？而归真堂说这意思，这岂不是把对方陷于一种政治陷阱当中吗？有一年我记得有一个解说员说过这样的话，说这个网上评我是中国人最讨厌的解说员之一，我特别不服气。我当年呢，我得过文化部的什么奖，中宣部的什么奖，你反对我，这不就是反对文化部反对中宣部吗？你看看，我认为说这种语言多少显得有点不厚道，这是第二个有意思的地方。第三个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和大家不妨想一想，就是如果你这个产品本身真有问题，或者说涉及生产过程当中的伦理道德，如果你真有毛病，你就不要管别人质疑你的动机。就像前不久我们给大家说的方舟子质疑韩寒，有很多人说你方舟子是为炒作，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或者有些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我们判断这个事儿的前提是什么？你韩寒有没有毛病？是不是有人给你代理？是不是你是被包装出来的？你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这几个字有没有愧？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如果韩寒真有毛病，无论方舟子质疑韩寒是什么动机，我们要看这个事情的主流是主要在韩寒这儿。所以你拿到这个事情当中，道理是同样的。如果你熊胆粉是可以被取代的，不用采用比较残忍的摧残黑熊的方式，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么人家的质疑就是有道理的。公益组织、媒体、民间知名人士纷纷加入博弈战团。中国 A 股会引熊入市吗？老梁观世界为你解读活熊取胆能否返璞归真。针对活熊取胆这个行为以及归真堂要上市这个事情呢，网上有好多朋友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微博。第一位网友说呀，活熊取胆这个行为啊，等同于犯罪，对犯罪企业的纵容啊，也是一种犯罪，他是坚决反对这种作为。第二位网友说呢，这个虐待动物啊，其实是在摧毁我们良知的底线啊，他已经把这个事儿呢上升到了良知伦理道德的高度。第三位朋友呢，他赞同归真堂这种做法，他认为呢，一头养殖的黑熊活熊取胆
其实等于总量加起来是上百头野生黑熊的活熊躯胆。而且呢，养殖黑熊和野生黑熊不是一回事，野生黑熊是被保护的。我认为他这个论断呢不成立，因为这个论断它有两个大前提是很荒谬的。第一个就是熊必须被祸害死，只是摧残1只还是摧残100只的问题。那么1只黑熊被摧残和100只黑熊被摧残只是量上的问题，对于单个个体的黑熊来讲，它的感受是一样的。第二个，他这里说到养殖黑熊和野生黑熊不一样，那么野生黑熊是性命，养殖黑熊就不是性命了吗？野生黑熊会感到痛苦，养殖黑熊就感受不到痛苦了吗？所以我说这位网友的观点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把这个和这个活熊躯胆和归真堂有关这个事儿给大家梳理一遍，你发现任何一场在网络上有关的方方面面的这个论战里边都不仅仅是纯粹的科学、纯粹的经济论战。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论战了解到有关刚才我说的这些社会方方面面让我们感觉不太舒服的地方，从而进一步呢能提升我们参与这个社会各方面政策争论的这样的进程的质量，以及我们自身科学素质提高，那么参与这样的争论就是积极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上啊，有不少奇异现象和灵异事件，这些事件呢一直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但是随着时间的这种进展呢，我们发现呢，这种灵异事件和现象啊，有时候也成了人们谋利的一个工具。你比方说最近1年来有一种灵异现象就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因为它出现的频率啊太频繁了。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飞碟 UFO。 大家看这张 UFO 的图片，是不是有点美丽漂亮的让你感觉不真实啊？也确实是，飞碟事件呢在这个地球上啊经常会发生。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看一本杂志，名字叫做《飞碟探索》。每一次这杂志下来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甚至都要把它翻烂。那个时候某处发生了飞碟事件，大家这个关注度奇高。当然当时飞碟事件比较多发的是美国呀、前苏联呢这样的地方。可是在最近1年来，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我们发现在中国境内竟然大大小小的发生了不下几十起飞碟事件。整个2011年发现 UFO 的消息层出不穷。8月20日，北京、上海的航班机组人员自称目击到奇异的不明光环。8月30日，网络视频爆出广州出现 UFO， 画面清晰震撼，引发巨大争议。9月9日，河北滦南县出现离奇的菱形飞行器。9月13日，北京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有人传言附近区域有 UFO 出没。形形色色的 UFO 事件是真是假，众说纷纭。每次发生之后呢，都有很多人站出来质疑，说你拍这视频呢，你说的过程啊，是真的还是假的？最后我们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和探讨，发现这些所谓的飞碟事件绝大多数涉嫌造假，而且涉嫌造假的目的是直指商业利益，里边给很多网民下的套，包括里边策划之精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堪称是现代商业炒作一个个绝佳的教材。比方说2008年有这么一起飞碟事件出现了，当时呢出现以后呢，马上有人拍下来视频了，在网上放了。后来呢有些网站，你像优酷啊、土豆啊，这个视频吸引人呢，马上拿到他们的首页进行推。结果大家看完了以后呢，有人就争议说这可能是造假，可能是做出来的。有人说你可能看到的是球形闪电。那么争论了不到1周左右，有一个商家站出来了啊，你们不要争了，这个不是真正飞碟。那天晚上我们呢放一个公司的广告用品，是什么呢？一个夜光的气球。我们这夜光热气球放起来了，下面带着广告术语，带着 logo 什么的。哎，这个商家站出来，这是我们的宣传产品。你想想，这家企业和它商品的名字能不由此大大的打开知名度吗？哎，这是第一种通过飞碟方式炒作。第二种方式呢更加是隐蔽。你比方说做出之后大家争议，这视频谁做的？真的假的？是真拍到了吗？有不少人先站出来，这肯定真的，说如果这个视频是造假的话，这个飞碟情况造假，那中国这个整个的特技技术早就赶上美国阿凡达呀，像卢卡斯拍星球大战那个水平了。这个过程呢就有点像大家争论周正龙拍那个华南虎照片，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一样。争论一段时间之后，某个地方有家视频公司站出来了，
别整了，这是我们造的假，但我们可没想造假，我们就弄着玩，弄到网上了。没想到大家产生了飞碟真来了这样的疑问，结果这家视频制作公司一下子名声大噪。第三种方式，利用 UFO 更有意思。比方说，你会发现这1年多以来，有关出现飞碟的这样的事件，大多数是在某个景区、某个山区啊、某个林区啊、某个湖泊呀、某个什么溶洞啊这样的地带出现的。你想想，大家有没有这样心理？这个地方出现了飞碟，哎呀，我去看看去，没准我能跟外星人碰上呢，没准我现场也能拍到飞碟呢。由此一下子使这个景区名声大噪，会拉动很多人往那儿去，带动当地的旅游收入。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屡见不鲜。你比方说咱们流传已久的英国那个尼斯湖水怪，其实哪有什么尼斯湖水怪，不可能有一种史前动物能够在那么狭窄的地区没有种群的情况下活那么多年，这是完全违背科学常识的。可是当地政府乐此不疲，为啥？一下子把当地旅游拉动。像咱们这个中国新疆喀纳斯湖水怪，还有咱们长白山天池水怪，都给当地的旅游经济拉动了不少。那么其中更加典型的呢，是去年有一段时期，这个湖北神农架当地政府开始宣布，我们要组织人考察神农架，地毯式搜索，找着到底有没有野人。在我小的时候啊，就看一些这个科普方面读物，就讲说神农架有野人，是弥补了类人猿和这个人类之间的空当，说这时候有个叫类猿人的种类，应该就是这野人。当然后来我们的科学常识证明，不可能有这样的种群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能够活这些年。这种传闻呢，对当地政府特别有用。我曾经就在西安街头看到公共汽车上他们打的广告，就是神农架旅游，什么口号呢？叫赏经典山水，探野人之谜。你看昭然若揭这个意图吧，用神农架野人来呼唤你到这儿来玩来，没准你能看到野人呢。有的借这高还上呢，你比方说阿凡达那片子播映了之后，那不就马上张家界把自己的南天一柱改成哈利路亚山，就是为了吸引世界各地人到这儿来，说他那里边那漂浮那山呐，悬浮山就是从我们这儿取的景，从张家界取的景，他那个哈利路亚山就是我们南天一柱，根本不管这个东西是中国的，非要叫个老外的名，这在民族心理上有什么影响？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些地方为了旅游经济的收入啊，根本都不管这些文化层面的东西了。我说到这儿呢，有的在网上一直关注 UFO 事件的网友说，老梁你说这不对了，最近我们也争论呢，有的比方说视频网站上登的视频说出现飞碟了，真的假的？我们争论了好长时间，没有哪个像你说的什么商家呀、什么视频公司、什么旅游景点站出来说这是宣传他的，没有这迹象啊，也没有明显的受益人呢。那没有明显受益人，他炒作为了谁呢？他造假为了谁呢？不是没有受益人，而是你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没有想到。咱们知道2009年呢，好莱坞有一部大片叫《2012》。这么今年2012年了，很多人还相信2012年12月21号世界末日到了，其实那是无稽之谈。这个片子2009年来到中国的时候，咱们中国当时的，也就是说把这个大片引进的这个商家，为了能够拉动这个大片的票房，就想尽了各种办法。其中有一个办法，比方说委托湖南省内有一家网络推广公司，委托给他，你要炒作2012这话题。人家说炒作可不是说2012这片子谁演的呀，里边怎么回事，人家不炒这个，甚至2012的片名人都不提。这会儿在网上干嘛呢？请一帮人炒作世界末日。从上个世纪1999年7月份说诺查达马斯预言人类将毁灭，把这个事实再拿出来，然后炒作世界到底有没有末日，玛雅人预测的世界末日是什么样，就炒这个，引起了网上很多人的反响。就在这个时候，2012的片子如约而来了，一下子在湖南省把这个2012这个片子的票房据说拉动了上千万以上，而这个相关的承包方给这家网络推广公司就给了50万。所以有的时候这种炒作呀，润物细无声，你感觉不出这个中间有什么痕迹来，等你感觉出来之后呢，人家已经炒作完了。所以你不得不惊叹他炒作的精妙。那么当然这种炒作光靠这个某个推手公司给你做段视频说有这个事儿，说有 UFO 出现，这不行，它下边有一个完整的服务链条。这个服务链条是什么呢？
把一些下游的东西都给拴上来当寄生虫。比方说，他充分利用了各地 UFO 研究会，在最鼎盛的时候呢，全国大概有20多家各省民间的 UFO 研究会，这些研究会甚至呢还搞什么 UFO 制作公司，看能不能试验出飞碟来。但是这些研究会呢是民间的，经费普遍紧张，所以这个时候这些推广公司找到了 UFO 研究会，条件呢我给你们钱，但是你们得定期呢给我们指定的网站，比方说 UFO 网站，比方说什么论坛，写高质量的 UFO 的文章。于是这样你会发现这个利益链条就清晰形成了。当然它还会有衍生产品，你比方说2012这个片子播完之后，美国就有人炒作做了个末日地堡，意思说如果2012年12月21号地球真的要毁灭了，你放心，我在地下9米挖这么一个东西干嘛呢？当宾馆，里边呢能装这个400-500人，这里头呢什么设备都有，能抵抗假如说地面上500个小时以内洪水滔天都不会进这地方，着600多天大火都不会烧到这个地方再大的灾难我这里基本能扛得住。但是一个人想进这里头1年住的费用得5万美金。你看这个地方现在据说有1000多个富豪就定这地方了，他可真发财了。这就是炒作之后的衍生产品带来的效益。其实呢这种理论呢不新鲜，在我们生活当中包括炒某一个明星也经常在采用这样的理论。咱随便举几个例子吧，你比方说某某人崛起，这个人是个草根，比方说原先是放羊的，原先是服务员，原先是卖菜的，原先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农民，哎呀，干这个的居然歌唱的这么好，戏演的这么棒，你是不是就产生了一种很大的落差？由这个落差你就会佩服这个人，你就会对他感兴趣。而且我们对草根呢本身有着天然的同情，你看他很穷，他都能到这个地步，那真不容易，比那些科班出身的难得多了。所以往往把某一个明星说成是草根，他会很容易火起来。那么这几年在我们的这个娱乐圈里就有很多无中生有的明星一下子被炒火了，而炒火的过程除了他们确实有才艺以外，往往跟草根捏到一块儿。咱们这样看看这几年比较火的几个草根明星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痕迹。大姐好，从多大了？我50多岁了。您从事什么工作的？我是菜场卖菜的。鸡腿鸡翅膀，鸭腿鸭翅膀，有那个艳阳天来呀，18岁的哥哥呀，想把军来参。刚才这几位我估计咱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会非常熟悉。头一位叫菜花天妈，第二位是阿宝，第三位是刘大成。这几位都是在这些年呢，像达人秀星光大道里边涌现出来的很有才艺的选手。咱们不否认他们有能耐，可是你会发现呢，本身他们出现在娱乐圈里，经过的这种炒作里边都有一些策划的味道。你比方说菜花天妈，菜花天妈的点是什么呢？他唱的这么好，居然是个菜市场卖菜。阿宝唱的这么好，以前是放羊的。刘大成唱这么好，原来是个种地的农民。咱们想当然会想，你说他们整天卖菜放羊种地还得谋生呢，怎么歌还能唱这么好呢？哎呀，这个人天才，太不容易了，使我们对草根选手的同情心加到了对他才艺佩服的这个基础上。可实事求是告诉你，菜花田妈没卖过菜，为了把他炒起来，就让他上菜市场卖菜，然后拍他卖菜的视频。只要他卖了1天，大伙就会认为他卖过菜，就会对他产生这种同情。阿宝呢，很小的时候放过羊，后来上歌厅唱歌去，跑场子跑了好多年。可以说阿宝呢，什么中文歌、英文歌什么都会唱，各种流行歌曲都会。可是为了呢，让他从草根这出来，从放羊这感觉上找原生态的感觉，阿宝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系着羊肚毛巾，穿着那对襟小褂，有时候穿着一个翻着领的皮袄，就是为了制造这种效果。
这一曲翻山要过海呀，这一曲3年2载呀不会还。这里边是有策划痕迹的。你再包括最后我们看这刘大成，这是前年星光大道的这个年终总冠军。一上台呢，都自称自己是个农民，很多人说刘大成农民出身，不讲，刘大成家在农村，可是刘大成从来就不会种地，打小他爸爸让他种地他都不干，就是对文艺感兴趣，很小时候就出来学音乐，然后最后呢各个地方演出，才有今天的成就。你看他们如此娴熟的舞台上的这种演出经验，怎么可能原先是干这个出身呢？所以我说，先造成一种事实，有人怀疑不要紧，一有争论反而更容易把这个人给炒火。这一点呢，跟我们前面说到的有关 UFO 这些事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现在在我们的网络上啊，刚才我说那种链条，背后有出钱的，然后有推广公司，再有水军各方面帮着跟着一起劳动，跟着一起顶贴。其实最终最大的推手是后来加入这些不明真相的，等于受骗上当了的真网民。这些人跟着大打口水战，或者骂呀，或者捧啊，产生激烈交锋，把话题给炒热。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网民上这个当呢？首先有一点，咱们说人都有猎奇心理。哎呀，这飞碟怎么回事呢？哎呀，这个人歌怎么唱这么好？怎么原先是个农民呢？人都有好奇之心，这个是从古至今都不变。第二个就是无聊心理。什么叫无聊心理呢？如果你在网上百无聊赖的时候，这有一个什么相对新奇的事，你马上就钻过去。大家注意，整天在网上泡着的人，10个人有8、9个人是百无聊赖没事干的。你有正经事干，你能天天在网上随便溜达这个论坛那论坛乱转悠吗？有的人上网目的很明确，搜索新闻，或者是揭发邮件，或者是干什么。只有这些真正无聊的人才天天在各个网站里来回溜达，这是看热闹心理。咱们在大街上，比方你明确的说我就去买个东西，或者我就去干个什么事儿，那块真俩人打起来，你一般没那心思看。就是闲逛的人，哟，打起来了，我过去瞧瞧去。无聊的人才愿意看热闹。所以这些水军，这些推广公司抓住了无聊的人的心态。第三个，抓住了人想掌握话语权的心态。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没有话语权，在单位里啊受欺负，领导看不起他，老板瞧不起他，同事瞧不上他，他平常根本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说自己的话。那么越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现实当中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被人瞧不上的，没地位的，到了网上你会发现他表现得很极端，这可惜没人知道我了，我随便说随便骂了。所以这时候他会骂得非常狠，骂得非常极端，而且话还多。所以人有这样几种心态，猎奇心态、无聊心态、渴望掌握话语权翻身的心态，这3种心态其实是我们说这些事件被当作炒作由头，并且大获成功，相关商家获利的最重要的推手。你别看他是隐性推手，比那显性推手的力量还要大。那么有人说我想不上这当，其实你也很难。比方说你见到这个事儿，有的人一看就有种第六感，就判断出来了这个事儿是假的，他有这种嗅觉，这也是一种很灵异的第六感。这样的人呢，我们管他叫事前就明白。有的人呢是炒作事件出来了，这边有骂的有捧的，一看啊，四中有诈，这是事儿来了，他明白。还有的也跟着骂，骂了一阵之后过去，哎呀，我是不是上当了？我怎么感觉对方好像有意思拱火呢？话也像我这么极端呢？这个叫事后明白了。最后还有一种人，那咱也就没法说了，就是这事过去挺长时间他还不明白呢。我这期节目跟你说清楚了，我这个炒作链条怎么回事，你还在那怀疑，不能吧，不能吧，那都是真的，这挺像的，这怎么能呢？这是真跟我骂仗，真是那样。这叫事后还不明白的。有这么4类人，这个4类人不是说现在才有，中国从古到今都有这4类人。你比方说咱不少朋友看过《三国演义》，比方说咱先说诸葛亮。诸葛亮呢就是事前明白，未出茅庐就知3分天下，一看这天象知道最近要刮东风，当然这有点神了啊。诸葛亮是事前明白，这人有神奇的第六感，
先知先觉。那么周瑜、周都督周公瑾，他是事儿来了才明白。你比方说跟诸葛亮定好了，手心写个火字，要用火攻了，可是往战船上一站，扑啦啦啦啦，战旗高摆，一瞧不对呀，这不是东风啊，真用火攻不成了自个儿烧自个儿了吗？这时候周瑜突然明白，坏了，这事儿不行，所以急火攻心，不口鲜血，昏到那儿了，这叫事儿来了明白，这是周瑜。那么这两位呢，这得算三国的精英人物。那么还有那几位呢，就我刚才说的，事后才明白和事后也不明白，谁呢？事后才明白的是曹操。曹操呢，把蔡瑁、张允给我推出去斩了，你们这简直是就要败坏我，背后要害我，推出去给杀了。等杀了回来把首级抬上来的时候，曹操明白坏了，哎呦，我怎么上周郎小儿诸葛村夫的恶当了？曹操事后才明白。那么还有事后还不明白谁呢？倒霉的蒋干、蒋子玉。蒋干他怎么事后还不明白呢？曹操这儿把人杀了，非常懊恼。下边有人说，丞相啊，你看你怎么把这俩人有用，水军都督啊，你怎么能给杀了呢？曹操给自个儿遮丑，哎呀，他二人这个训练军队比较慢，贻误军机，故而斩首。这心里一肚子窝火，起身就要退账。蒋干在旁边还等着呢。呀，我立这么大功劳，最重要机密我通过潜伏给掏回来，丞相怎么不赏我呀？赶紧走上去，哎，丞相，这意思你怎么不赏我呀？给曹操气的，你还有脸讨赏？去，他走了。蒋干在这一头雾水，我怎么了？你瞧蒋干这混蛋样，事后他还不明白。所以我们说，有事前明白的，有事儿来了明白的，有事后明白的，有事后还不明白的。刚才我说的一字排开这四位，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看了我们这期节目，把自个儿定位成这四位当中的哪一位呢？